你看，又没了，又没了，就是活鸡，活鸡就是他的。不行，我就撕吧。但撕，哎呀，撕给暗放。没事，做吧。选出来就很好，我觉得这能拍，迎难而上。是。要不撕？确定吗？那我发了。那咋办呢？好，活群是吧？那就撕，快，可以发出去了。家禽对不对？对，佳琪那个。我觉得选的有点难。撕其实挺好，唯一的点就是你要4点起床。没事，有办法，总有办法，办法总比困难多。哎，这次还要自己制作这个节目，我觉得还挺复杂的。别担心，让我们来摁一下华为 M Pencil Pro 手写笔笔尾，小易就能来帮我们了。哇哦，小易，我想知道民生类节目的类型以及受欢迎程度排行。哇，他这样就开始帮我们搜集资料了，是吗？对，你看已经出来了。民生类节目是电视媒体中，小易真的是帮我们节省了很多查找资料的时间。小易可聪明呢，而且捏捏笔身，还能帮我们快速识图搜索呢。你看，一圈就圈出来了。哇，好全面呀！小易还可以深度思考。小易真的帮大忙了。有一个问题没问，什么？就是你知道，就是你觉得这个选题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为什么？因为它是一个日播节目，必须得有东西撑，有容量。我觉得是这样。你看，宋阿姨希望我们感谢他们。但其实不止宋阿姨希望我们感谢他们。就所有受贿的人都其实都会感谢他们。再想深一点，子弹。再想深一点。你想表达什么？这个选题能够被拿上来，是因为不止宋阿姨想让我们感谢，她其实是会给当地的，你知道不？至少长桥区，或者是长桥区范围更大的一些地方，看到一些他们在做的一些事儿。你说的这个最后你想落在哪？养老，以及就是留守的老人，然后空巢老人的现象，这些事情未来怎么解决？其实这就是一个解决办法。这是一个解决办法。是，但是这种慈善的东西，你只能宣传，你不能说。是我们就是先抛开这个议题，我们把思维发散一点。这个事它其实背后牵扯出了很多的社会的问题。因为我一开始乍一看到它，我觉得这个事很简单，它不就是感谢一家饭店？但是你后来想想，不是的，这个东西它之所以能被拿到成为一个选题，它背后有他们想表达的东西，社会问题。对啊，爱心饭店就给这些老人免费的送餐嘛，懂了。所以它背后有社会现象嘛，而不是单一的好人好事嘛。他想往后引一步，感觉他通了。对呀，子弹可以啊。就我觉得可以，我们把落点放在，其实这种善举，它之所以能持续8年的时间，它不仅仅是这个商家一人所为，而是他在他每一年的付出的过程当中，看到了老人们的回报。当他们付出善举的时候，会发现善举是可以感受到的。我在抛出这个善意的时候，善意我又会接回善意。对，我觉得我们可以把这个落点放在这儿。对，就是我可能表达的现在没有特别清楚，但是我知道你的意思，我也很认同。是我刚刚其实想说的就是，比如我如果是长桥区政府的人，我说我们区这么多老人，这么多留守老人，这么多独居老人，我说这群老人怎么解决呢？这个时候突然，饭店站了出来，我给他们免费送饭，这个时候大家会觉得特别的高兴。就你怎么通过爱心餐来体现养老呢？就是我们其实它这个片子，我觉得它是一个呼吁，如何呼吁现在我们的社会形成这种爱老的风气，这是其一。其次是如何找到一个解决留守老人饮食问题的一个办法。你大概了解我的意思是吧？我理解。这是好，这是对的。对呀。妈呀，发力了，聪明的大脑占领高地了。哎，阿姨，哎，宋阿姨您好，您是宋阿姨吗？
对。哎，您好，您好，我们这边是那个东方卫视的实习记者，然后您之前给我们的提供的一个小的这个信息，我们的编辑已经联系过了，然后现在我们来跟进这个事儿。对，因为我看您之前说想要感谢一家饭店，给咱们附近的这些老人们免费的送餐。多年了，6天之前就送了。它其实是一个在体育馆已经经营了大概有10几年的这么样一个机构了，但是今年就是在上个月的时候突然就停止教学。当时的问题是整个2部电梯都浸在水里面了。哦，而且是浸了12个小时以上，这么长时间啊！他们给送的这些老人有什么条件吗？一个呢是卧床的，一个呢卧床，还有呢有的残疾证的。然后这个电梯呢，物业这边也跟我们说，早就超了报废年限了。这个电梯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人去处理说要换新，或者说去牵头说要改造之类的都没有。对，物业现在给我们说，让我们楼自己找代表出去牵头做这个事情。后来呢，有一些这个教练和网点的负责人，他们自己会出面把教学和日常的训练能够继续下去。咱一会儿微信跟您约时间行吗，阿姨？行，我加您微信了，哎，好，麻烦您了，哎，没事，好嘞。我先说一下我的想法，来。我们现在主题已经确定了，我觉得就是看一下我们明天到现场怎么样会更加快速的，然后相对全面的把我们想要获知的信息全部都获取到位。哇，又要看到庞征雷厉风行的工作。就是这个事件它涉及到的一些不同的人群，这个想法跟我一样。然后再一方面就是一些基本的信息，比如说现在其实我们不知道它那个恢复了没有，然后当时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那个轿厢里面它有水，它水深有多少，然后它的那个滴水的时间持续了有多长时间，然后泡完水之后，有没有人就是及时的来介入、来维修、来处理这个情况，然后这个是我梳理出来大概要拍的一些素材。然后就这些。OK， 那我来补充一下我的想法。我觉得我们有一些是还蛮重合的，就比较一致，我们明天直接执行就行。然后像我这边的话，我想的是电梯损坏的原因，它其实除了说像这个是因为具体的点，其实还有一个。说这个小区它是一个新小区还是一个老旧小区？因为这两个的相关的原因是完全不同的。如果是老旧小区的话，我查了一下，基本就是你说的防水破裂、老化、排水堵塞等等的这个问题。如果它是一个新型的小区的话，那它其实就是一个没有充分考虑极端天气下的防水能力的这种设施的短板。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电梯损坏的这几天，或者是当时有没有出一些事故？然后对吧？我天，他俩太清醒了。没有问题啊，我觉得我们很清晰啊。我爸呀给我打电话，我就先接了。没事，给阿姨的。喂，没有事情，我在工作呀，我在加班呀。哎呦。我没有听到电话，我手机是静音，我现在会议室里。有人啊，当然有人，同事现在在我旁边呢。我说了，我手机静音，然后我在加班，我已经说过了，你不要拿你们的那个工作方式和节奏来算我们，好不好？不一样。我没有一直在加班，但也不累。哎呀，我天哪！没有，我都说过了，没有，好吗？我现在在工作。哇，这个太扎那个庞征的心了。对呀，庞征多想接到一个这样的电话。好了，我知道，我找个时间吧，好吧。好，再见。我真的服了。没事，喝点水不？没事。唉。
今天咱们要不早点回去休息好了。反正我们明天到现场，其实准备的时间还是相对来说蛮长的。理完了，我们互相对一下，然后我们就走，好吧？没事，理解。我还希望有人能给我打电话呢。没事，快了，很顺利。我就没有参加艺考，就是我当时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我需要学校报名嘛，然后我跟我的爸爸妈妈去沟通这件事情，我记得我父亲非常的震怒。当时他说了一句话，就是说如果你要去参加艺考的话，我就没有你这个女儿，就是非常的一个坚决的态度。那如果现在拿到了实习的机会，你就要辞职了，那你父亲听到这个消息，会不会再次勃然大怒？我觉得他一定是会的，但是我可能也不会先告诉他。我想我应该也会先稳定一段时间，调整好自己未来的就业方向和状态，再用一种比较成熟的方式去跟他聊一下。这很难啊，这个。此时，可爱的冯成朗开始感到后悔。你不是这样很有挑战性吗？我就把这个挑战。新闻不是要求稳吗？咱们刚开始说的求稳，没事，选了个最难的。来吧，我们先看视频。对。太荒诞了，我真的老想拍这个。喜欢是吧？3点半开始打鸣儿，这谁受了呀？在城市里，谁听了谁不想拍啊？他这事儿其实本身挺幽默的，挺黑色幽默。我觉得要是我拍的话，我的第一个镜头应该就是一个打鸣儿，嘎嘎嘎，然后透出外边那个透视关系，外边是黑夜，然后下一个镜头就是一个人在家里摔枕头，你知道吗？3点半，这白拍了，你白拍了。3点半，你拍了个 TVC 啊？对，我很想搞这种，这觉得太荒诞了。但如果打鸣的时候，那边那个居民楼突然有灯开了。那就是个新闻镜头，你拍那是一个戏剧短剧镜头，或者一个灯开了，然后剪影是一个人在屋里砸东西，不能那么吓了。这挺吓人的，这个声音挺大的。其实无非就是家禽影响到大家的日常生活，而且家禽这个东西它不应该出现在市区里边。活禽，而且这个海鲜店。饲养这些活禽的人是不是那个海鲜店的店长呢？还是说他们只是一个卖家和买家的关系呢？就他们中间是否有一条产业链？我觉得它有几层意思啊。咱们先理这个新闻本来给我们的信息。首先第一点是它现在存在的问题是一个3轮车占用人行道，对吧？这是一件事儿。然后呢，第二个是活禽进行售卖，这是2件事情，对吧？那这个就引发了说，一个是卫生安全隐患和扰民，对吧？对。我们先把它的点先做出来，所以我们现在得先理脉络，就是我们先讲什么问题，我们得从一个小点切入，慢慢的把这些东西再挖出来。就是首先可能引入的点肯定是那个扰民，对吧？然后从扰民这件事情来，我们再来引申。我们先基于大家不知道这个事情的情况下，我们是先扰民，然后我们要去追寻这个声音的来源是什么？对，声音来源，然后声音的来源发现是在一个3轮车，是吧？对，而且是这个3轮车是占道的，他占了道然后去卖这个鸡。然后我们再追寻3轮车的源头，发现是这个店铺，对吧？
为什么海鲜店卖活禽呢？我们要跟个人爆料的进行一个沟通。然后我觉得我们也可以自己去求证一下，我们可以给城管打电话。这个是跟城管的沟通。我们就这样确定，我们先来做整个视频的布局，好吧？对，视频就这个新闻，我们应该怎么理？对，因为我们明天拍的东西都是会回到这个小片里边嘛，那我们就先确认我们素材需要多少，我们再去定具体的问题，我们明天是要拍到什么，然后再放到这个小圈里面，就是这样的。这就是中传大师姐，能力真强，这都是能直接拉出去干活的就。我觉得就是对于活禽，它的经营范围是不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法律条文的规定？直接在网上搜一下。上海市相关规定，全市范围内自2025年1月1日起暂停活禽交易，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买卖活禽，就只能买死的是吗？就比如冰鲜的那种。那这个就是直接违反这个规定了。那这就不是占不占道的问题了，是售卖活禽就是个问题。占道经营，要不我们不要讲了，我感觉有点太小。就会简单提到，比如说他就直接提到这一句话。对，反正放到扰民里面就说嘛，就说是在什么什么。他扰民，第一就是占道，第一就是噪音，第二就是噪音，我们就可以直接这样带。对，说的特别对，赶紧的。我们给他打电话吧。刚开始现在吗？对，我们越早打越好。我觉得就现在就打，别犹豫了。咱刚犹豫没抢到小订单，现在就别犹豫了，直接冲。我觉得问题已经就有的问题你是得多聊你才能聊出来的，咱俩现在在这空想。那我准备录音。好，那你直接录吧。喂，你好。哪位？哎，闵女士你好。哪位？哎，我是那个上海电视台的实习记者，我是李佳。哎，您好，您之前的爆料已经有上海电视台的编辑跟您联系过了，然后呢，现在由我来跟进，所以我们想跟您联系，看一下，了解一下现场的情况和您的一些诉求。是啊，就是这个路门口人行道上，它这边就是不仅是占道经营，然后它这边又是常年都是售卖活禽的。明白，他现在是每天从早到晚都还在那里吗？因为我平时上班，可能我能掌握的时间段就是我在家的那个时间段，比较受影响的是凌晨的3点到5点。3点到5点。好的，因为这里面您提到说他是一个个人的一个售卖者，还是说他是一个店铺？那我不清楚，因为他这边他是我们那边卖海鲜店，就是他好像是个卖海鲜的地方。哦，明白，那就是他那个店里您也没有去过是吧？对。那就是您没有去过那个店里，所以就是您也不太知道它里面的一些现场的一些卫生情况啊，或者是否在那里面杀鸡之类的。我只路过，我记得他们就是卖海鲜的。哦，就是卖海鲜的。对的。就是也不知道他的那个菜单里有没有鸡这一项。那我不清楚，因为我不买菜。明白。那您这边就是有什么，比如说相应的就是需求或诉求？就是卫生方面的一个需求。对，就是这个，还有就是他这边每天3点半左右就开始持续的就一直打鸣，时不时就打鸣。明白。然后就是我们可能明天，因为我们明天会对那个地方有一个现场的采访探访，可能想线下跟您沟通。您看您明天的时间是 OK 的吗？明天是凌晨吗？没有，明天是下午的1点，就或者您可以早一点，12点。这样。我这边是在上班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间在上班。爆料人不接受采访。对，刚才打他出境意愿不强，要上班啊，时间呢。那您就是几点下班呀？平时？5点下班。5点下班。那您今天就是5点之后回家之后，因为我们等会儿今天我下班有事，可能到家可能也蛮晚了，可能要9点左右才到家。行，没关系，因为我们今天可能要先去那边就是看一下实际的情况，然后到时候晚上如果说就是您回来了之后，可以到时候给我发个消息，我们就可以简单的见一面就沟通一下这个情况。但如果说今天实在没时间也没关系，然后
您看我方便先加您个微信吗？好的。是这个号码吗？是这个电话。好的，好嘞。好，我们微信联系。好的，谢谢您。哎，好，再见。线上沟通呢，跟他中午的时候，或者我们不要线上沟通，我们把他刚刚讲过的话全部转述出来。可以转述，但是哎呀，少一个受访人就有一点，哎呀，关键直播连线爆料人不在，磕呀，聊一聊磕呀，看看他们。我觉得，我说今天晚上半夜偷偷的去那个现场去采访一下，会不会有一些东西呢？现场去拍，你觉得会不会有东西？可以啊，我觉得是可以吧。怎么开始捂麦了？光捂自己的呀，这傻孩子。我可以去看一下有没有能拍到。今晚不一定，我也可以，明白。我觉得我们可以去今天去采一些画面。刚好我们今天不是挺好看的吗？假装拍 vlog， 然后呢就是去买鸡肉或者去这个海鲜店探店什么之类的。经过一下，我们就经过一下，我们看它里面有什么吃，我们假装去吃饭，然后看它里面先有什么菜，有没有卖鸡。对啊，我们就假装去吃饭嘛，就漂漂亮亮，咱俩就是一个拍 vlog 的博主，怎么了？对呀。对啊，就没关系啊，本来就不是什么特别大的事情。可以，那我们走吧。他们两个人彼此说服，决定了去吃海鲜喽。出发！天，有种出征的感觉。你觉得这样假吗？什么假吗？这样假吗？哦，你放这儿啊？对啊。不假啊，完全看不出来，我都不会注意到。你那样能拍到吗？能拍到，这个镜头是可以拍到的，我觉得。你这口袋还挺好用的，看起来。待会儿我就假装过去看看什么情况，然后把这个手机藏在口袋里边，就刚好能拍到。但你刚那样可以拍到吗？能拍到，我只要把那个衣领给它弄一下，稍微折一下。但是你那个会翘起来吧？我就这样，这样。可以。我们俩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在做亏心事。不要，我们是曝光他们的违法行为，我们才不心虚。我觉得我们今天不要打草惊蛇，我们今天不要去店里。对，我们今天不要去店里，我们今天经过一下，我们就反正看到什么东西拍什么东西。对，然后我们看能不能拍到有人就去买鸡，对，或者有人拎着袋鸡出来，我觉得。拎袋鸡走了。他是不是那个海鲜店卖出去的多？我觉得不重要。无所谓，关键是他只要在这个地方进行交易就是有问题的。对。咱俩等会儿，我觉得咱俩扮情侣是最不容易被怀疑的。我等会儿就挽着你的手，咱们俩就到那边逛。扮情侣了吗？扮情侣了。演戏，会不会必备技能？溜。千万别，我求求了！搞暗访太刺激了，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独立做民生新闻片就开始搞暗访，我真的。以前只看电视剧看过，紧张，应该是可以拍到。反正我觉得拿在手上也不突兀啊，这样子。他俩去那个会有跟的机位啊？对啊，我也说啊。那个海鲜店老板仿佛看不到有一帮人，举着相机在拍到没有？可以扔固定机位，看会怎么样？哎呀，暗访了，来了！哇，那么多人！等一下，我来个。别下走。好。
等一会儿如果那个鸡的那个位置和机位不太好拍，你就假装给我拍照吧。然后你就说我站那边，你给我拍点照片什么，然后你就录视频对准那边就好了，然后你指导一下我的站位之类的。